近，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很火。我们都知道，喝威士忌的时候加冰是为了充分享受它的香气和味道。那喝金酒的时候加冰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如果是小瓶直接咂，喝起来草木香气浓郁，主要集中在中口。现在记住这个味道，以方便对比。接下来加入一块圆冰，再倒入一些金酒，放置1分钟后，酒体温度降低到6度左右。喝起来，原料里的草木香气转移到了中口和回味上，口感更加清爽顺滑，酒的刺激感也没有了，综合感觉的确好入口了。功劳主要来自于冰块的降度，所以很多调酒组合都是在预设有冰块溶水的情况下设计的。说到这里，曾经我也好奇过冰饮白酒会是什么体验。试过的人都知道，白酒加冰后会让酒体失衡，高级脂肪酸酯被析出，产生白色絮状物。而金酒酒体本身的光泽并不会因为加冰而发生变化，风味和观感皆为佳品。而且加冰后，金酒酒体温度和分子能量的降低，还能降低酒中药材带来的燥热，让成分被身体更好的吸收。这也符合以清去燥的养生原则。看着这颜色和感觉，真应了那句“禁酒是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”说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不过无论什么饮用方式都得适量，切记禁酒虽好，不要贪杯。最近看了很多酒的书籍，我是越看越馋。但凡看到不同风格和工艺的酒品，我心里就痒痒。像书中记载的金盘露、白欧波、青乌底、秋露白等等等等，光听名字都直流口水。遗憾的是，这些酒基本现在都没有了。中国自古就有用草本植物结合作曲的传统，可以让酒体口感更加丰富。我之前尝试过用灵芝、人参、枸杞等做露酒，口感的确增味不少。现在依然有些酒企在用更科学的方式传承和创新草本酒，就像这款毛铺紫桥酒，就是融入了苦荞麦、葛根、枸杞等5种草本精华的活性成分。活性成分和酒体融合，让这款酒在保持传统白酒口感的同时，在人体中的代谢也能更快，以此达到减少人体负担的目的。这款酒融合四川宜宾的浓香、贵州茅台镇的酱香和湖北黄石的清香3种地标原酒，三香以黄金比例融合，喝起来口感层次很丰富，入口顺滑，而且酒体细腻，前中后口的滋味都非常雅致。过年时候亲朋相聚，喝它就非常合适。这几年泡酒的水果基本都试过了，好喝的也分享给大家了。今年下半年再尝试一些水果发酵酒，明年计划再复刻一些古代有意思的酒。有什么想让我复刻的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胭脂梅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消息吧，总酸和总酯2项指标不合格。不过好消息是解决方法很简单。先说总酯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0.18， 国标规定是大于等于 0.35， 造成低于国标最大的可能是基酒的总酯含量低。这个简单，我装100毫升原酒去检测一下就清楚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，兑水。因为稀释之后酒精度就会降低，露酒里的总酯限于以蒸馏酒为基酒，且酒精度大于25度时才需要检测。这次的酒精度是 25.2， 降度之后就避开了这个问题，而且总酯对口感的影响不大。再说第二个问题，总酸。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18.1， 国标规定是小于等于6。我们都知道梅子是特别酸的，如果梅子的总酸过高，那有可能就是导致总酸超标的原因了。这个也简单，检测梅子的总酸即可。我找到之前冷冻留样的梅子，打包100克一起送去检测。那怎么弥补呢？还是兑水。用1分的酒加2分的水，理论上总酸会从18降低到6左右。先品尝一下。梅子的酸爽感降低了很多，个人认为梅子酒最有意思的那股酸爽的穿透力没有了，喝起来变得很平庸。再对比一下，感觉稀释后的梅子酒像丢掉灵魂一样，这个对口感的影响就非常大了。我经常会买各种酒来借鉴学习，于是选一瓶口感酸度最大的梅子酒，也检测一下它的总酸含量，以作参考。好了，一共4份需要检测的产品，结果出来后我们再做分析。检测需要大概10来天，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想品尝稀释过的梅子酒呢，还是原来酸度较高的梅子酒呢？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胭脂梅泡酒，开封过滤到大桶后品尝一下口感。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是梅子酒最有意思的地方，独具特点的梅子口味喝起来酸爽过瘾。虽然酒看着清澈，但肉眼还是能够看到细小的碎屑，这个好办，咱有经验呢。过滤，这次邀请哪些朋友呢？咱按照古人的方式行一次酒令吧。最近看三圣小妙老师的酒坛里边提到唐代的一个对联，上联是烟锁池塘柳，小妙老师在书中对的下联是板城烧锅酒。爽感比过滤前略微降低了点，但我喜欢的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还在，也足够过瘾。装2瓶送检，检测合格后再陆续联系大家。最后别忘了上联烟锁池塘柳。这是准备邮寄给粉丝的第一批红枣朗姆泡酒，共计100份。
记得第一次品尝红枣泡酒的印象是绵密顺滑，枣香浓郁，这才是红枣的味道。红枣的甜美被酒浸泡后，在口腔中瞬间变得立体。每一瓶上都贴有二维码，收到的朋友请记得扫码帮我填写口感反馈表。如果整体反馈好，以后就按照这个标准来生产；如果反馈不好，那我再做调整。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再生产。这样的方式虽然时间长了点，费用多了点，但我更希望做出大家更喜欢的口感。读着大家的每一条建议，我又增添了许多的灵感和收获。第一批红枣朗姆泡酒今天打包发走，期待你们的反馈。前段时间，共计花了将近3000元，邀请了100名粉丝品尝第一批红枣朗姆泡酒，有35.9%的朋友反馈过甜，所以我决定试验一下用不加糖的方式浸泡，这样的话，酒中糖的来源就只有红枣本身了。还有20.3%的朋友反馈酒的刺激口感明显，检测报告显示酒精度为30.4度，所以我用浸泡前降度的方式试验一下降到20度左右的口感。我们品尝对比一下口感，我觉得两款的甜度比以前明显小了，两款的红枣香气降度后的弱了一点，但不明显，而降度后酒的刺激感明显减小了，这应该是大家想要的口感。大家期望的价格中，很多人选择的是50左右，虽然现在的成本还 hold 不住，但距离这个预期价格又接近了一些。既然要出产品，那接下来就得严谨、再严谨，对酒精度和含糖量都要做数据化的检测。以往我都是邮寄给检测机构，一个产品下来，检测费要花掉大几百。查阅大量资料发现，基础检测并不难，而且我对自己检测和机构检测的结果做了对比，基本上没有差距。要测泡酒的酒精度和糖度，需要把酒精和糖分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套实验室蒸馏装置，毕竟跟检测费相比，这点付出根本不算什么。取50毫升水，再加50毫升酒，先蒸馏出50毫升蒸馏酒，用它来测酒精度。因为糖不会被蒸发，所以用剩下的50毫升来测含糖量。最终得到两款的含糖量分别是19%和18.6%，酒精度分别是18和32。接下来我打算用降度的配方再泡一批送给大家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泡了一批草莓威士忌要送给大家，所以现在没有空闲的罐子，私房钱也用光了，所以只能等草莓威士忌酒送出去之后省吃俭用攒点钱，然后再泡红枣朗姆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吧。看着蒸馏出来的红枣酒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口感？评论区有先答对的朋友，下次红枣朗姆酒我会优先赠送。很多人私信想喝我的泡酒，也有人说我销售的话一定会购买。其实让我们想买的原因不一定是产品的口感，有可能是视觉、听觉、新鲜、好奇等因素。但我认为作为一款果酒，好喝才是最基本的指标。接下来我想先把我自己认为好喝的酒免费邮寄给大家品尝，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喝的话，我再考虑生产销售。如果多数人觉得需要调整，那我再根据大家的建议做改进，然后邀请大家再次品尝，直到大家觉得好喝为止。邀请大家品尝虽然是免费包邮给大家，但每次邮寄之前我也都会先做质量检测，合格后才会邮寄，请大家放心品尝。以后收到酒的朋友，请帮我按照真实的感受填写口感反馈表，您会看到瓶身上贴有二维码，手机扫码就可填写。我非常期待大家最真实的反馈，这是第一次筹备活动，有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多多指正，我也会逐步完善。有想喝泡酒的朋友，请打开链接填写报名信息吧。